在深夜的时候，如果你走进自己熟悉的楼层，结果看到的却是陌生的场景，那你记得一定不要进去，因为那里可能根本就不是活人居住的地方。被那冰冷的目光盯着，我顿时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，隐隐约约间，我感觉到那人似乎在一步一步地朝我走过来。这连番的惊吓后，我再也撑不住了，身体一软，我就失去了意识。这事还要从5分钟前说起，当时我正在努力减肥。自从制定了减肥计划后，我每天晚饭后都会下楼在小区附近跑一圈，但是因为今天外面下着大雨，而我又不想打断自己的减肥计划，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用爬楼代替跑步。我们的房子买在12楼，如果我从1楼爬上去，感觉运动量应该也是足够的。不过刚走到楼梯间，我就有些害怕了。在外面跑步，到处都是同行的人，但这个楼梯间却显得格外的空旷安静。说实话，我不是一个胆大的人，甚至还有点胆小，尤其是那声控灯熄灭后的一片黑暗。所以为了保持在明亮的环境里跑步，我特意用力地踏着步子。但让我意外的是，当我跑到8楼时，声控灯竟然全都熄灭了。无论我怎么跺脚，怎么咳嗽，声控灯都完全不理会我，这让我有些怂了。毕竟这种环境，我想就算是抠脚大汉来了也是会怕的吧。但我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，一旦认定的事不做完，心里就会很难受。深吸一口气，就咬牙冲了上去。幸运的是，虽然楼梯间很黑，但一路上并没有任何障碍物。但就在我来到自己家的楼层时，却发生了一件非常古怪的事。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个人影在我前面进入了12楼，我顿时感觉有些奇怪，因为我这一路跑上来根本就没有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。不过看到好歹还有个人，我多少松了口气。但楼梯间的声控灯还是不肯亮，而且我此时也发现了，这个12层的楼梯间好像和我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，但我也说不出具体有什么不同。摆了摆头，我摇出了脑子里的这个怪想法。现在我只想赶紧回去洗漱，可就在打开门的那一刹那，我浑身的汗毛一下子就竖了起来。这漆黑破旧的楼道是怎么回事？冷静下来后，我忙回头看看是不是走错楼层了。可这时我发现楼道牌的那个12居然消失了。就在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寂静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在这安静的环境下是那么的明显，这声音波动的我的心都在颤抖。我连忙扭头看去，这漆黑的走廊里居然站着一个人，他浑身散发着阴冷的气息，正一动不动地盯着我。我被那阴冷的目光盯得发毛，脑子顿时不受控制地眩晕起来。迷迷糊糊中，我感觉到他还在朝我靠近。在这恐怖的惊吓之后，我再也坚持不住了，身体一软，我就失去了意识。我不知道我晕过去了多长时间，待我醒来时，我一下子就看到了我老公那帅气的脸。我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家。行了，你可别再乱整了，早劝你别去减肥你不听。正想问问发生了什么，却遭到了老公的无情埋怨。听他说，我好像昏迷了很久，而且医生还说我得了低血糖。之后在老公担心的念叨下，我也算弄清楚了昏迷期间发生的事情。原来就在我出去后，老公在家里等了1个多小时，也没有看到我回来，电话也没人接，他就连忙换好了衣服出去找我。结果就在他走到8楼的时候，发现了晕倒的我。他的话让我再次愣住了，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是昏迷在那陌生的12楼啊。老公以为我在说胡话，就朝我吼道：“你都低血糖了，还减什么屁肥？”于是我只好乖乖地闭上了嘴，接过了他递过来的水和药。说是有个姓许的渔夫，家住淄川县城北，以打鱼为生。不同的是，他习惯夜间行船下网。他还有个习惯，每次出去捕鱼都要带1葫芦酒在身上。一是他喜欢喝酒，二是夜间水上阴冷，喝酒可以暖暖身子。而每次饮酒之前，他还有个习惯，就是先倒一些在河里，敬那些淹死在河里的水鬼，
求个2步相扰，然后再自己痛饮一番，撒下网去，每每都能捕到不少鱼。虽也有人效仿他夜间下网，却都没有他那么好运。单说那一日，徐某来到河边，狂风大作，搅起层层巨浪，根本无法行船。于是他就坐在河边，独自饮起了酒。正一个人喝得无聊，走过来一个白净书生，向他讨酒喝。徐某便邀他同坐，共饮1壶酒，只是不时地望向河面感叹，他是担心风浪一夜不停，会空手而归，家中老小可都指望他卖鱼养活呢。书生莞尔一笑，信誓旦旦地说，不但风浪会停，还会帮他满载而归。2人将壶中酒喝了个干净，风浪果然停了，书生走向上游。那一夜徐某一网下去，就网到了满满1筐鱼，只是那书生没有再现身。如此，每天晚上这个王六郎都来找徐某喝酒，帮他赶鱼，2人成了莫逆之交。相识久了，徐某便问起了王六郎的身世。他是一个书生，平时喜欢在河边饮酒作诗，结果有一日喝得有点多，失足落水溺亡了，成了水鬼。而自徐某夜间打鱼开始，每次都会洒酒敬他，他便念起了徐某的恩情。又一日饮酒，向徐某说起了自己即将解脱。徐某既为他高兴，又有些不舍。3日后，他躲在河边林中，想看看王六郎说的是真是假，还真有一女子在河边行走，不知怎么便跌入了河中。徐某想上前施救，可又不想坏了王六郎的好事。他正犹豫间，那女子已经爬上了河岸，并没有淹死。当日晚间在饮酒之事，便问起了此事。原来是那王六郎不忍女子腹中胎儿一并淹死，发了善心。如此一来，王六郎错失了机会，还要再做3年水鬼，受3年的苦。可没想到几日之后，王六郎便身穿华服前来相见，说是他要去别处做土地了。徐某是又悲又喜啊。王六郎让他想念了，就去看看自己。兄弟2人喝完了壶里的酒，才依依惜别。王六郎走后，徐某茶饭不思，妻子不忍看他那样，就让他去看望。妻子当卖了一些东西，凑够了路费，徐某便上路了。一路小行夜宿，走了许多日，来到了招远县城。他一进城，就有不少人围绕上来，问他的来处。那些人都是受了土地之托，要好好款待徐某的。原来是王六郎认土地以来极为灵验，很多人受了好处，给他换上了华服，又备下来酒宴。徐某匆匆吃过之后，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土地庙，见到的只是王六郎的泥胎塑像。徐某如同见了老友般侃谈起来，又把2人一起常喝的酒摆到了供桌上。这一夜，徐某有说不完的话，土地像一言不发，却似在聆听。一直到次日天明，徐某才不舍离开，了却了心愿，可还要回家度日啊。有乡亲给他备下了厚礼，又雇了马车送他回去。一路上有一阵旋风一直跟随，徐某知道那一定是王六郎幻化，一直送出了几10里，这才分开。由那时开始，徐某也不打鱼了，而是时常来往两地，做起了生意，家境富裕了起来，当真是一场人鬼情啊。如果你是一个剃头匠，晚上千万不要给人剃头了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要剃头的是人是鬼。这是小时候听姥姥讲起的一个故事，是关于一个剃头匠的故事。那时候农村条件很差，也没有什么理发店，会有剃头匠定期的挑着担子到村子里剃头。而那时比较有名的一位剃头师傅叫流口水，年纪虽不大，却是祖传的剃头手艺，村民也都愿意找他给剃头。不光是大人，就连小孩也都愿意让他剃头，不哭也不闹，剃刀飞舞，一颗头也就剃完了。宝宝乖，等爸爸剃完了就给乐乐剃。刘师傅，这么晚了，您吃了饭再走吧。不了，我还有几家要去呢。别看刘师傅年纪不大，可却吃得了苦，挑着剃头的担子走街串巷，一天下来少说也得走个20多里地。那一次刘师傅走了最后的一个村，
等他忙活完了，天都黑下来了。有热心的村民留他吃饭，也都被他拒绝了，因为家里还有老母亲等着他回去。刘师傅收拾好东西就往家赶。为了省时间，刘师傅没走大路，而是抄了一条平时不太走的小路。虽然难走了一点，但是却能节省不少时间。这条小路刘师傅也走过1、2回，可他走着走着就看见前面有一个村子。可让刘师傅很是纳闷，记忆中这里没有村子啊，难道是天黑自己走错了路，拐到别处了吗？村子里没有灯光，也很是安静。刘师傅心想，这是什么村？我好像没来过呀，怎么村民都睡得这么早？刘师傅，你可算到我们这来了。正当流口水瞎琢磨的时候，有人突然叫住了他。流口水扭头一看，是几个老者，好像还认识他，很客气地想请他到家里帮忙剃头。刘师傅有心拒绝，可那老者很是热情，心说剃个头也搭不上多少时间，自己麻利点弄完再回家就是了。刘师傅随那长者来到一处大宅院前。让刘师傅奇怪的是，宅院虽大却有些破烂，墙上地上有很多的坑洞。等进了院子，刘师傅放下剃头挑子，那老者冲着屋子里喊了一声，把人都带出来。让刘师傅震惊的是，竟然有人领着老老少少的10几口子人从房子里走了出来。那些人好像还有些不情愿，被推搡着坐到了刘师傅面前。过去坐下。那要剃什么发型呢？全都剃成秃头。更让刘师傅奇怪的是，那老者让刘师傅不管年纪大小，把那些人都理成秃头。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是既然人家都说了，那就照办吧。一院子10几个人，刘师傅一直忙到天都快亮了，才算都剃完了。刘师傅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发现那些被剃成光头的人一个个都怒气冲冲地看着他，好像被剃了头都极不情愿。请他来的老头从怀里抓出了些钱，递到了刘师傅面前，说是给他的酬劳。哈哈，刘师傅的手艺错不了，这是给您的酬劳。刘师傅伸手一接就愣住了，那老人竟然放了一把金银在他手里。刘师傅哪见过这么多钱呀？再说剃个头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啊，就推辞着不敢接。这也太多了，我不能收您这么多。哈哈，别客气，拿着吧。可那老人却执意要给，最后实在推脱不掉，流口水只能收下了。那老者还亲自把他送出了大门外。刘师傅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想总算可以回去歇歇了。等刘师傅出了那个村，天都亮起来了。走出没多远，迎面遇到了一个人，这人他认识，是常找他剃头的李大壮。李大壮见了刘师傅也感到奇怪，问刘师傅怎么这么早出门。这不是刘师傅吗？出来这么早啊？是老李，我昨晚被前面的村子留下帮他们剃头，刚回来。什么？前面的村子？刘师傅就把夜里赶路遇上一户人家10几口人剃头耽误了时间的事和李大壮说了一遍。李大壮听完更是奇怪了，按刘师傅说的地方，那根本就没什么村子啊。前面有村子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刘师傅，你可能搞错了吧？我怎么可能搞错？喏，就那边。刘师傅见李大壮不信，而自己又走出那个村子没多远，就回头要指着那个村子给李大壮看。可他回过头，话还没说完就愣住了。自己刚走出来的村子竟然不见了，原来是村子的地方变成了一片荒地。李大壮说那是一片无主的荒坟地。刘师傅，你可能是真的搞错了，那边只有一片老坟地。刘师傅怎么也不敢信，丢下剃头挑子就跑进了那片荒坟地。果然如李大壮所说，到处都是荒草，坟头塌陷，墓碑也是破败不堪。刘师傅不由得冷汗直冒。再看坟地里到处都是窟窿，和自己在那大宅墙上看到的极为相似。就在刘师傅想不通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，从一处老坟的土洞里爬出了一个东西。那东西长着通红的眼睛，等他爬出来，刘师傅才看清，原来是一只兔子。可不同的是，那只兔子竟全身光秃，一根毛都没有。紧接着又从坟地的土洞中爬出很多没毛的兔子，看着格外诡异。李大壮也看着那些没毛的兔子，觉得古怪。他的一句话却提醒了刘师傅。刘师傅，你看，
这些兔子毛咋都剃掉了？刘师傅突然想起昨天夜里在那大宅子里给人剃头的事，难道自己剃的是这些兔子？想到这，刘师傅赶忙把手伸进兜里，去掏昨晚那个老者付给自己的酬劳。他原以为那些金银会像鬼故事里一样，全都变成石头、青蛙或者其他的东西。可当他把那些金银捧在手里，发现并没有任何变化。刘师傅，你咋会有这么多钱啊？李大壮看到刘师傅从兜里掏出了许多金银，看得眼都直了。他认识刘师傅不是1天2天了，知道刘师傅走街串巷的挣不了多少钱。李大壮问起了刘师傅这些钱的来处，刘师傅也没隐瞒，说就是给这村中大宅子里的人剃头得来的。李大壮说，刘师傅所说的村子应该就是那片荒坟，而让他剃头的就是那些兔子。而那片荒坟地日久年深，早就无人打理，被野兔四处打洞，弄得满目疮痍。或许是老坟里的住客为了惩罚那些兔子，才请刘师傅把他们的毛都剃光了吧。刘师傅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可那老人付给他的都是真金白银，只等拿回家去孝敬老娘，毕竟是自己出力的所得，花了用了也是心安理得。流口水平日里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，可也有闲下来的时候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流口水早早地收拾回了家，因为回得早，就张罗着下厨给老母亲做几道可口的饭菜。做好后就喊老母亲该吃饭了。可以吃饭了。娘，你这孩子又做这么多菜，咱娘俩哪吃得完？娘，来，这都是你爱吃的。当娘的心疼儿子白天挑着担子一走就是几十里，这难得早回来一天，还得忙活着伺候自己。娘俩的日子过得虽不说多富有，但是母慈子孝，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呢？娘俩吃着饭拉着家常，忽然听见有人敲门。这么晚了，能是谁？您先吃，我去看看。流口水放下手里的碗筷，起身去开门。门一打开，流口水就是一愣。老母亲见流口水开门愣住了，就问来的是什么人。婶儿，是谁呀？娘，来了2个要饭的。原来门外站着2个蓬头垢面的乞丐，一老一少，看着应该是一对父子。俺们不是来讨饭的，俺们想请您给剃个头。婶儿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流口水原以为一老一少2个乞丐是来讨饭的，可那老一点的乞丐却说他们不是来讨饭的，而是来找刘师傅给剃头的。老母亲为人一向和善，最见不得这种落难之人，忙让流口水把一老一少2个乞丐请到屋里。看着那小乞丐最多也就12、13岁，可能是营养不良，有些面无血色。老母亲请他们坐到饭桌前，让他们跟着一块吃点饭。来来，快坐下。饿了吧？孩子先吃点饭吧。俺们不想吃饭，就想剃个头。可那老乞丐却不肯吃，说只想剃个头。2个乞丐虽然举止有些奇怪，可老母亲还是让流口水去烧水，而自己又和乞丐父子拉起了家常。婶儿，那你快去烧点水，帮他们把头剃了。你们是打哪来的？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？哎，俺们老家闹灾了，本打算出来投亲戚，可俺那亲戚早搬家了，俺们爷俩没了去处，又没营生，只能要饭活命，到死恐怕连个收拾的都没有。闲聊之中得知那父子家招了灾，又投亲不着，没有办法，只能靠乞讨为生。说到动情之处，那年老的乞丐不由得泪流满面，直叹漂泊无依，就算死了，连个给收尸的人都没有啊！老母亲听的也是心里不是滋味，劝导那父子俩不要太悲观。别说这种丧气话，谁都有走窄了的时候，过了这个坎也就好了。说话间，流口水的热水已经烧好了。流口水手脚麻利，帮那对父子洗净了头发，挥动着剃刀开始给他们剃头。就见流口水剃刀刷刷声响，碎发飘落在地，没多大功夫就帮那对父子好了头发。那年长的乞丐捧着孩子的脸，脸上满是愧疚之意。这样就体面了。别难过，让婶儿找几件衣服换上，给你们拿上盘缠，找不到亲戚再回来。老母亲看那爷俩伤心难过，于心不忍，就让流口水去找几件干净的衣服给他们换上，再拿些钱给他们作为路费，去找他们的亲戚。老婶子，俺们爷俩谢谢你了，俺们得走了。您的大恩大德，俺们下辈子再报吧。
没想到却被婉拒了。爷俩给老母亲鞠了躬，说了些感谢的话，便离开了。老母亲不放心，想留住他们，却被流口水给拦下了。娘，让他们去吧。他看出来那对父子有难言之隐，不管是因为什么，还是随他们去吧。送走了那爷俩，流口水收拾好工具，这一夜无话。第二天一早，流口水又如常的给老母亲做完早饭，挑着剃头担子出门了。老母亲如常的把流口水送到了大门口。回去吧，娘。路上多加小心，累了就歇会。虽然每天如此，可老母亲还是千叮万嘱，盼着儿子平安去平安回。这一天，流口水和往常一样走了几个村镇。当他挑着担子走到刘家窑的时候，就见一群人围在一间破草屋前，不知在观望什么。流口水原本也不想凑着热闹，可当他从人群的后头经过的时候，听到那些人话里的意思是破草屋里面死了人。流口水听说有人死了，放下剃头挑子，挤进了人群，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手的地方。可当他挤进人群，就听见站在前面的几个人说屋里死的是2个乞丐，而且看样子死了好几天了。可古怪的是，屋里的死人虽穿着像乞丐，头发却是打理得干净整洁。流口水越听越觉得蹊跷，推开了挡在前面的2个人，挤到了最前头。往破草屋里这么一看，果然和他料想的一样，死在破草屋里的人正是夜里上门请他给剃头的那对父子。2人相依偎在一起，看样子死了不止1、2天了。流口水更是认得自己的手艺，那父子的头发确实是刚剃的。流口水看着那对客死异乡的父子，想想夜里所发生的事，想来是那父亲不想父子2人死得邋里邋遢，能光光鲜鲜地离开人世。因为村民都不认识那对父子，流口水不想看他们曝尸荒野，便在一片树林之中将他们父子埋葬。因为之前有问过那对父子的名讳，知道姓李，父亲叫李中平，儿子叫李小平。流口水找了块木板，写上了李氏父子之墓，立于坟前。后来流口水每次路过刘家窑，都会到那对父子坟前拔拔杂草，填填土。这件事发生在朱家庄村。这一天，村民朱开山正和媳妇在院里忙着扒拉玉米，听到有人敲门。还没等朱开山起身开门，大门哐当一声就被人推开了。同村朱学友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嚷嚷着出事了。朱开山2口子忙起身问朱学友怎么了。朱学友说，朱开山家独子朱平淹死在了河里。朱开山2口子如同五雷轰顶，跌跌撞撞地跑向了河边。出了村子就是河边，那里已经围了很多人。朱开山挤进了人群，往地上一看，就觉得眼前一黑。儿子朱平躺在河滩上，早就没气了。朱平从被人发现溺水到捞上来，时间太久了，人已经就不活了。朱开山夫妇抱着朱平的尸体，哭的是撕心裂肺。可大错已然铸成，无论怎么哭喊，朱平也醒转不过来了，只能把尸体抱回家中。朱平妈把尸体放到了炕上，用被子盖着，就那么坐在床边守着，盼着儿子能醒过来。按理说人死不能复生，可偏偏朱平他就复生了。2口子正伤心欲绝，听到炕上的朱平有呼吸声。就在2口子不敢相信的时候，朱平腾的一下坐了起来。这可乐坏了朱开山2口子，没想到儿子能死而复生。可连叫了几声朱平都没反应，他左右看了看，手扶着炕想要站起来，但奇怪的是，朱平好像不会站立一样，摇摇晃晃的。朱开山2口子发现儿子的脸有些奇怪，那表情像是变了一个人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嘴角往上扬。朱平试着要站起来，可几次都没站稳，又跌坐在炕上。朱平妈扑上前想扶朱平一把，发现儿子正用古怪的表情看着他，那表情看得他发毛。朱平推开妈妈，从炕上一窜，窜到了地上，摇摇晃晃地往门外走。朱开山2口子都懵了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一前一后追到了院子里。朱开山看到朱平跑到了鸡架那边，朱平打开鸡架门，
伸手就掏出了一只鸡。朱开山两口子跑到了跟前，不明白朱平抓鸡干什么，就见朱平一口咬在了鸡脖子上，开始大口大口的吸血。这可把朱开山两口子吓坏了，忙上前拉住朱平，把鸡从他手里抢了过来。朱平一看鸡被抢走了，扭回头对着朱开山就咬了过去。好在朱开山躲得快，没被咬到，两口子合力把朱平抱进了屋。朱平比平时的力气大了很多，朱开山觉得不对劲，就用被子裹着朱平给绑了起来。被绑住的朱平冲着朱开山两口子呲牙咧嘴的嘶叫着。朱平妈看着朱平那个样子，很是心疼，张罗着要把朱平送到医院去。可朱开山却觉得朱平死而复生，又变成那个样子太不寻常了。经朱开山这么一说，朱平妈也开始往那方面想。再看朱平在阴影处的眼睛冒着绿光，怎么看怎么不像人。两口子都有些害怕了，这活过来的可能不是儿子朱平。最后一商量决定，请邻村会看事的七爷过来给瞅瞅。朱开山不敢耽搁，到邻村请来了七爷。七爷进了屋，打量起炕上的朱平，看了片刻，对朱开山说：“那根本不是朱平。可如果不是朱平，那又是谁呢？”七爷也没直说，反问朱开山两口子他们周围有没有黄皮子。朱开山说，在他家后院还真有一只黄皮子，总是进进出出的。七爷的推断得到了证实，他让朱开山的媳妇去拿把剪刀过来，又让朱开山把朱平从炕上抱了下来。七爷说是畜生占用了朱平的身体，让他赶快离开。七爷说完，朱平就像疯了一样，想扑上去咬七爷。七爷一看讲不通道理，就让朱开山把朱平转了个身，背后对着七爷。七爷伸出手，在朱平屁股后面一抓，好像在抓着什么东西。这一举动下的朱平体如筛糠，七爷咔嚓一声，用剪刀在空中一剪，朱平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，很快就失去了知觉，瘫倒在了地上。朱开山两口子忙把儿子抱了起来，使劲呼唤，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七爷叹了口气，说朱平早就死了，只是被一只黄皮子占了肉身，才又活过来。如今黄皮子被他赶走了，朱平也就又变成了一具尸体。七爷嘱咐朱开山夫妇尽早把孩子尸体处理了，免得再生枝节。朱开山也照办了，这一场风波就过去了。朱开山说，他后来时常还能看见一只没有尾巴的黄皮子在他家附近转悠。这是我第1年进城打工遇到的事，说起来已经好多年了。那时刚从农村进城，也没多少文化，只找了工厂的工作，挣的也不多。我平时都会去厂子旁边的一家牛肉面馆吃饭，去的多了就和老板熟悉了起来。我叫他东哥。那天我因为在路上占了便宜，很高兴，到了店里又是加牛肉又是要饮料的，引起了东哥的注意。东哥问起，我也没隐瞒，说我在路上捡了便宜。东哥就说让他看看，我就把在路边从农民工手里买来的便宜古董从包里拿出给他看。我虽然不认识，可拿东西一看就是刚从土里挖出来的，也有些年头了。东哥看了一眼，就说出了那东西的来路，说我被骗了。我就问他怎么会知道的那么清楚。东哥猛吸了几口烟，然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说他以前也那么干过。那时候他20出头，成天在社会上混，便学到了那种伎俩，装扮成农民工的样子，弄个假古董糊上泥，说是从工地挖出来的，蹲在车站或者医院这种人流量大的地方，卖给贪便宜的人。他们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，见那些看起来会占便宜的人就搭讪，然后他的同伙就会装成路人上前打听，把看热闹的都吸引过来。东哥有2个同伙，一个叫老帅，一个叫强子。老帅混在人群里装成识货的人，说那家古董是个真货。强子就在一旁跟他一唱一和的，把那东西说得很值钱，谁买就是捡漏了。
东哥会趁机会报个假。他们那一次盯上了一个老头，话也都是说给他听的。他们看到老头怀里抱着一个包，一看里面就装着钱。选了好了人选，老帅开始和东哥讲价钱，最后5000成交。不过老帅会以没带钱为由，让东哥跟着去取。东哥会表现出很为难，不敢跟着去，然后把东西收回袋子里，匆匆离开。那老头果然上当了，追上了东哥，要买下东哥手里的东西。东哥装作唯唯诺诺地跟他讲价钱，然后把东西卖给了他。那老头像得了宝贝一样离开后，东哥转身就跑，去和老帅、强子会合。然后3个人把钱一分，就各自去挥霍。东哥去酒吧喝到了半夜，喝得酩酊大醉，摇摇晃晃地往家走。走着走着，看到眼前过来一个人。等那人走近了东哥，才看清楚，那个人脸上身上都是血，正是白天被他们骗了的那个老头。老头满身是血地扑向东哥，吓得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他觉得那老头不像活人，倒像是鬼，为了活命，他爬起身来就跑。那老头就拖着一条断腿在后面追。东哥跑出了胡同，突然从一侧射来了强烈的灯光，一辆汽车开了过来。东哥来不及躲闪，汽车也来不及刹车，直接撞在了东哥身上。等他再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医院了。东哥躺在床上好半天才镇定下来，虽然头还有些昏，手臂也有些疼，倒不影响活动。东哥扶着墙想去护士站，问问自己是怎么来到医院的。走到护士站的时候，听2个护士在谈论一件事，说是有一个病人家属用给孙女看病的钱买了个古董，以为很值钱，可以卖个大价钱给孙女治病。到了古玩店一问，那古董竟是个假货。老人失魂落魄的回来后，就从医院窗口跳了下去，当场就摔死了。东哥听了觉得浑身发冷，瑟瑟发抖。他知道那老人是死不瞑目来找他了。他犹豫再三，去看了那个重病的小女孩，把挥霍剩下的钱都给那女孩交了医疗费，然后去派出所自首了，被判了3年。老帅遭人抢劫，肚子被捅了3刀，因为是在小巷子里，到血流干了才被发现。强子也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去世了。东哥觉得是他迷途知返，那个老头才放过了他。出狱后，他改邪归正，干起了正经营生。至于东哥是真的看到了老人的鬼魂找他索命，还是他做了亏心事，心里有鬼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只知道人还是不做亏心事的好。这件事发生在我14岁的时候，那时我还在老家上中学。当时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大辉，我们俩几乎天天泡在一起。记得那是秋天，大辉不知为什么整整2天没有来上学了，之前也没有跟我说过原因。那天放学正赶上我们俩订的杂志寄到了，我便以这个借口到了大辉家，想问问他的情况。我们2家离得并不远，但是他爸有些凶，所以我从来不敢以玩为理由去他们家。转过了2个弯，我就看到了大辉家，同时也看到了他家窗外正飘着一个东西。说实话，我当时也并没有多想，以为是他家晾在外面的衣服没有收回去。可看了看，又感觉哪里不太对劲。但正赶上往前的路是上坡，我也没过多的注意，低下头就用力地蹬了起来。可心里一旦有了疑惑，就会控制不住的多想。上了那个坡后，离着他家更近，我便再次抬头看去。可这时再一看，我的心顿时就提了起来。那确实是一套衣服在飘着，可是却没看到有绳子和架子，只有一套衣服杵在那里，而且那套衣服是被撑起来的，就好像里面有个人。我呆愣地看着，心想这怎么可能？不过那时天色昏暗，又没有路灯，看得并不是很清楚。
我想一定是我看错了。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是我看错了，拼命地蹬着车子往前走。可是越离那个窗口越近，我的心里也就越慌。我总感觉自己的头顶有个人在晃动，总是控制不住的想抬头去看。当经过那个窗下时，我还是没忍住，抬头向上瞟了一眼。可就是这一眼，吓得我血都凉了。那竟然真的是一个人，只是他一直深深地低着头，我刚才没有看到而已。那人穿着一身老式的唐装，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寿衣。我以前参加葬礼的时候见到过，我吓得头皮都麻了，只感觉浑身僵硬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当时车子就歪了下去，我也顾不上去扶车了，把自行车扔在路边就朝前跑去。现在想想，我那时也挺有意思的，没想着自己逃跑，而是想着赶紧去救大辉。大辉家住3楼，我好像用了不到5秒就冲了上去。好在大辉在家，没瞧几下就开了门。看到我一脸惊慌，他更是有些奇怪。我也顾不上问他为什么这2天没去上学了，一把推开他就冲进了门。按照方位我想了一下，很快就确定了那个窗户就是大辉房间的。看着大辉一脸懵地站在原地，我忙把刚才看到了说了出来。不过那时我并没有注意到，我的话一出口，大辉的脸色就变了。可推开房门的一瞬间，我就愣住了。大辉的窗外什么也没有，难道刚才真的是我看错了？我怕大辉以为我在耍他，于是忙着解释了起来。可就在这时，我才注意到大辉的脸色有些不对劲。原来大辉这几天没上学，是跟着父母回了老家。他爷爷病危，听医院的意思，估计是人不行了。大辉回去待了2天，可他爷爷也不是马上就要走了。我们那会儿正上初2，学业还挺重，于是他爸妈就让他先回来上学，而他们则留下照顾老人。听到大辉说他爷爷的样子基本跟我看到的那个鬼影一样，至少都是光头。在我的建议下，大辉拿起电话给他爸拨了过去。明面上是报平安，其实就是问问他爷爷的情况。没想到大辉的爷爷竟然真的在今天病故了，他爸妈因为忙丧事还没来得及跟他说。大辉说小时候他淘气，在山上差点出了事，爷爷为了救他摔断了一条腿。从那以后，爷爷就再也背不动他了。每当看到爷爷的伤腿，大辉就异常的难过。每当下雨阴天爷爷的腿疼时，他就说等他长大了给爷爷找最好的医生看腿。可没想到还不等他长大，爷爷就走了。在大辉悲痛的哭声中，我隐约的好像看到了大辉跪倒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影子，那个我之前看到的鬼影。只不过在那一刻他并不恐怖，而是一脸的慈祥。当时是否真的看到了，我到现在也有些不敢确定。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我当时已经一点都不害怕了，反而有些心酸。事情发生在4年前，我那时正上大4，已经不住校了，跟2个同学在外面租了房子。5一劳动节3天假期结束之后，我和室友大风从老家回来，正好学校有事，便想着回到租的那房子呢，拿了东西再回学校。那时房子里应该还有另一个室友阿秋。提起这阿秋，好像跟家人关系不好，从来不回去，每到假期就天天在屋子里打游戏。那一天我们一开门就发现一片狼藉，刚想发火，以为又是阿秋搞的，可一看阿秋也倒在地上，样子很吓人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这可把我和大风吓坏了，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赶紧扶起阿秋查看他的情况。阿秋还有呼吸，就是脸色差得要死，我便拼命摇起了他的身体，又是摇又是叫。好一会儿，阿秋终于醒了过来，可刚一睁开眼睛就大叫有鬼，把我和大风吓了一跳。终于
他反应过来，站在他面前的是我俩。这家伙倒是不叫了，可脸一抽，居然哭了起来。说实话，我是第一次见一个大男人这样，不由得又有点火大。阿秋哆嗦着嘴唇，给我讲起了他昨晚的遭遇。据阿秋说，他昨晚上网时，在微博中看到了一个女孩的发帖，引起了热议。那个女孩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好几张照片，还有一大段文字，描述的都是她刚去公司上班就被领导性骚扰，对抗领导后还在公司被排挤的委屈经历。下面的留言大多是对女孩的同情和对那公司及领导的指责，同时也有对这方面的社会思考。要不说阿秋这个人就是比较讨厌的那种。他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就发了一段留言，说那女孩一定有问题，不然领导和同事怎么不欺负别人？又说这女孩也许只是发的假帖子，在博取眼球和同情等等。发完了这些，他也没再去管，便和人组队打起了游戏。游戏一直持续到后半夜2点多，他才气呼呼地下了线。打游戏窝了一肚子气，他又去那女孩的微博看看自己的留言反响。别说，反响还挺大，因为他的留言接下来事态就转了向，其他人的留言也都成了对女孩的质疑。甚至有人开始人身攻击，说女孩一定平时穿着暴露，故意勾引人，不正经之类。女孩越是辩解，就越是被骂得狠。一见自己的留言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，阿秋气也顺了，于是右手贱了起来，又发了几条留言，便拔了电源，关机睡觉了。可没想到，刚睡下没一会儿就出事了。他说他还没完全睡着，突然觉得眼前一亮，爬起来一看，光是从门缝中传来的。打开房门一看，是客厅中的电脑发出了幽绿色的光。他当时有些懵，自己刚才明明关机了，正想上前查看，却一下愣住了。屏幕上是一个女孩倒在血泊中的影像，看起来是割腕自杀的，因为真实十分吓人。而且镜头还在拉近放大，他发现那女孩竟一直盯着他看，那眼神中充满了怨恨，盯得他直发毛。阿秋不知道这是怎么了，吓得背后一凉，上前就想重新关上电脑。可这时屏幕中的女孩突然站了起来，还开了口，那明显是对他说的，声音又尖又细，直往耳朵里钻。阿秋吓得一愣神，那屏幕中的女孩竟像贞子一样从屏幕中钻了出来，带着无比的愤怒，凶狠地扑向了自己。眼看女孩越扑越近，满脸的怨恨狰狞，就像是下一秒就要生撕了自己。阿秋吓得一声尖叫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可等了半天，除了一阵阴风吹过，也没被咬到。缓了好半天，他才敢睁开眼睛向前看去。一看，那女孩不见了，可屏幕上还播放着那段视频。阿秋想不明白，也不敢去想，只想快点逃出这个屋子。可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突然脚下被电源线绊了一下，身体一下失去了平衡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这一下摔得可是够狠，再加上刚才的惊吓，阿秋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就昏了过去。阿秋讲到这儿，也就接上了我们刚才回来看到的那一幕。说实话，我听了这事，实在是对阿秋提不起什么同情心。正在这时，我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可我没想到，阿秋一见我的电话屏幕，突然一声怪叫，看他那样子，是又在我电话中看到了什么女鬼。这不是神经病吗？电话明明是老师打来的。这是后来证实，阿秋发恶毒评论的那个女孩还真的自杀了，就在那天晚上。阿秋从此也变成了一个怪人，一见到有屏幕的东西就会大喊大叫，现在更是不用电脑、手机等电子产品，过得像个原始人一样。
这是发生在2017年9月份的一件事。那时我回老家看望母亲。我老家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县城，火车又晚了点，等到了站下了车，天都快黑了。我一出车站就被一些介绍旅馆和卖发票的给围上了，这让我很是心烦。我也没理他们，径直地走向了不远处的一辆面包车，那是一辆黑客车。因为到了这个点，早就没有客车了。我虽然不愿意，但也没有别的选择。车老板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，靠在车上吆喝着揽客。看到我向他走了过去，就一脸媚笑地招呼我。那是一辆能坐下7个人的面包车。我伸头往车里看了一眼，已经有3个人了，加上我就是4个了。跟老板讲好价钱就上了车。那种车一般老板都会说上车就走，但是不等人坐满是不会发车的，或者是开着车四处转悠拉人。老板把我弄上了车，又开始招揽客人，但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再揽到一个客。我因为着急回家，等得也不耐烦了，就冲着老板喊让他快点发车。车上的几个人看我一喊，也都跟着催促老板赶快发车。老板应该是看实在等不到人了，这才上车发动车子。车子出了县城往我家走，还要有40多里地。我这一天转了3趟车，觉得很累，就靠在椅背上打盹。就在我半睡半醒的时候，车子突然停了下来。因为惯性，我的头撞在了前面的椅背上。这一下不光是我，车上的几个人都不愿意了，一起埋怨老板不会开车。就这样，车子停在了路上。老板有些不好意思，说是车子突然熄火了，他试着打了几次火都没能打着。最后没办法，老板求我们一块下车帮忙推一下。虽然心里不情愿，可是也不能坐在车里耗着。车上的4个人全都下了车。好在面包车不是特别沉，推起来挺轻松的。推了有10几米才打着火。我们上了车，司机不好意思，一个劲地跟我们说好话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了不对劲，在车的后座上多了一个人。因为车里并没有开灯，我看不清他的样子，但在我的印象里，他绝对不是之前车上的人。可好像除了我，其他人并没有发现车里多了一个人。我也没多想，觉得他可能是在我们推车的时候上车的。到家还得一会，我靠在椅背上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就在我睡得正香的时候，倒霉的司机又是一脚急刹车，我没有一点防备，一头撞在了椅背上。还没等我张嘴，司机先骂开了，说是路上突然出现2个人拦车。我站起身来往前一瞅，在路中间还真是站着一高一矮2个人，穿着黑色的大褂子，看上去很是奇怪。那2个黑衣人的出现让后上车的那个人很是害怕，我甚至能看见他吓得浑身发抖。高个子的黑衣人并不理会司机的谩骂，呼啦一声把车门打开了。离得近了，我才发现那个人足有2米高，他迈上了车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从心底里生出了一股寒意。大个子直接冲着后上车的那个人去了，矮个子站在外面挡住了车门。车上的人都被这2个人的气势镇住了，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干嘛，也没人敢吱声。大个子走到后面，一把薅起了后上车的那个人，提着他往外走。在他们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我偷看了一眼那个人的样子，他面无血色，2个眼睛是白的，没有瞳孔。2个黑衣人像押犯人一样押走了那个人，消失在了黑暗中。等那3个人走远了，车里的人才松了一口气，司机也来了精神，开始咒骂。骂了几句，他突然想起来，那个人什么时候上的车他都不知道。司机这么一问，好像只有我最先注意到了那个人，就连原本坐在最后的那个人，也是在黑衣人上车之后才发现自己身边多了一个人。车上的人都觉得这是有点蹊跷，可也没太当成一回事，车子又继续往前开。因为我看到了那个人的脸，也就对这件事比较上心，一路都在留意着车外。
那3个人和我们走的是一条路，而且也没有什么岔路了。可我搜寻了一路，也没再在路上看到他们。车子开出了一段路，司机减慢了车速，说是前面出了车祸。我起身往车前面看，果然一辆轿车和一辆货车撞在了一起，看起来很严重，还有交警在旁边处理事故。车上的几个人都挤到车窗前看热闹，我也打开了一扇车窗，往撞坏的车上看。那辆轿车损坏很严重，里面还困着一个人。等我看清那个人的样子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车上那个人看上去已经死了，他就是之前上了我们的车又被带走的人。司机把车从车祸旁边绕了过去，车上的人开始议论那场车祸，可我却完全没有兴致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件事。我很清楚，那条公路出了事故，没有个把小时交警到不了现场。如果是这样，他又怎么会在不久前上了我们的车呢？还有带走他的2个黑衣人又是怎么回事？我爸有一个护身符，不是观音，不是佛，而是一块蛋片，他戴了几十年了。今天我就来讲一讲那个关于蛋片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得从几十年前说起了。那时爸爸只有10来岁，还住在东北农村老家。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作业和补习班一类的负担，每天放了学都是丢下书包就往外跑。爸爸性子野，爷爷奶奶基本都管不了他，没有一个人能让爸爸乖乖听话。这个人姓程，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老红军，年纪都快80了，可精神头却很好，闲着没事就在村边和几个老头下棋唠嗑。为什么会听这位程爷爷的话呢？是源于一种崇拜。这位程老头，他的一生可以称得上传奇，在战场上几经生死活了下来。而爸爸只要见到这位程老头，就会缠着他讲战争年月的故事。每次程老头也不推诿，都会声会色地给爸爸讲上一段。用爸爸的话说，程老头的峥嵘岁月是他所向往的、敬佩的，让他热血沸腾的。有那么一次，程老头讲了一段他参加的一场战役。那一次他还负伤了，半条手臂差点被大炮炸掉，在他伤口里取出了9块弹片，其中的1块他一直带在身上，倒不是为了和谁炫耀，而是对那段岁月的一种缅怀。程老头从兜里掏出了1块手绢，里面包裹着他从手臂里取出的1块弹片。在爸爸看来，那弹片就是一枚勋章啊，厚着脸皮跟程老头讨要。他跟程老头要过不止1次了，而每次程老头不但不肯给他，连看一眼都不行。可那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程老头竟然把那枚弹片送给了爸爸。爸爸如获至宝，举着那块弹片屁颠屁颠地走了。他可没回家，他要去一个地方，一个大人不让去的地方。那时在搞土地改革，村边的一处旧坟地被政府统一迁走了，剩下很多坟坑和棺材板子。可能有人会问我爸是不是作死啊，跑到坟地里去玩？他去其实是有目的的，那里有很多有年头的老坟，要说能有什么值钱的陪葬品，那是想瞎了心了。但是老坟里会有很多被挖出来的大钱，也就是古代的铜钱。要论价值，那些铜钱也没什么价值，可爸爸就是觉得好玩，用他的话说，就像在寻宝一样。那天爸爸是放了学出的门，又在路上听程老头讲了一会儿故事。他到那片坟地的时候，天都擦黑了，在那转悠了一会儿，天就完全黑下来了。爸爸一共捡了有7、8个铜钱，已经是心满意足了，正准备起身往家走，一抬头却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。就见不远处的一个坟坑边上散落着很多发着荧光的东西，虽然不知道那是啥，可发着光怪好看的，爸爸就弯腰开始捡，一边捡一边往兜里揣，一直到2个衣服都塞满装不下了，这才志得意满地往家走。从坟地回村子要穿过一片小树林，可就是那原本3、5分钟就能穿过去的小树林，给爸爸留下了终生的阴影。因为天黑了，他怕回家晚了挨骂，就走得很快。可他快步走了有10多分钟，也没能走出那片小树林。
而且放眼望去，眼前的树林无边无沿，好像根本就走不到头一样。爸爸开始害怕了，是不是太黑自己走错了？可就算是走错了路，周围也没有那么大一片树林啊。爸爸想往回走，可回头一看，身后的树林也是一眼望不到边，吓得爸爸撒腿就开始朝着一个方向跑。他认为只要往一个方向跑，就一定能跑出去。可他拼了命地跑了足有1个来小时，却始终跑不出那片树林。他是又累又怕，脚下一绊，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吃屎，也是摔得痛了，也是害怕了。一向很皮的爸爸当时就哭了。后来他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，他当时以为自己出不去了，要死在那片树林里的。就在他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，打前面的林子里走过来一个老头，爸爸一看就乐了。走过来的竟是程老头。看见了程老头，爸爸也就不再怕了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跟着程老头一块往外走。爸爸就问起了程老头怎么知道他在林子里。程老头说，爸爸身上有他的东西，所以他能找到。这个东西就是他先前送给爸爸的那块蛋片。爸爸跟着程爷爷没2分钟就从林子里走了出来，远远的看到爷爷一脸焦急的在喊他。爸爸知道犯了错，赶忙迎了上去。爷爷劈头盖脸就把爸爸臭骂了一通，说是他那么晚了还不回家，把家里人都急坏了。爸爸就把自己困在林子里的事跟爷爷说了，可爷爷说坟地和边上的林子他来来回回找了好几趟了，根本就没看到爸爸。为了证实自己没有说谎，爸爸就往身后一指说程老头可以给他作证。可回头一看，哪有什么程老头啊，身后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远处的一片小树林。爷爷看爸爸神情不对，也没再深责，揽着爸爸的肩膀往家走。爷爷说程老头已经去世了，就在晚上7点多钟，说是下完棋回到家吃了晚饭，人就不行了。爸爸说他听说程老头死了，是一路哭着回家的。他那时虽然只有10来岁，可他认定了是程老头的鬼魂救了他。等回到家以后，奶奶看他那一副可怜的样子，也没再说他。在给爸爸收拾弄脏的衣服时，在兜里掏出了很多碎棺材板子，就是爸爸在坟地捡的会发荧光的东西。后来爸爸参加了程老头的葬礼，还把那块蛋片穿了个孔，当成护身符一样，在身上一戴就是几十年，那应该也是对程老头的一种纪念吧。这个故事是从我哥那听来的，是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发生的。我们那里是个中心村，周围的村子只有小学，没有中学，所以到了升中学的时候，下面村子的学生就都到我们那的中学上学。因为有些村子离得比较远，就得住到学校的宿舍。我哥本来可以不用住校的，但是他觉得新鲜，就央求着家里让他住了校。同宿舍的一共4个人，除了我哥，另外3个都是下面小屯子的。宿舍是新建的，就在山脚下，所以窗后是荒山和大片的树林。晚上9点宿舍统一熄灯。我哥他们住进去的第2天，快到熄灯的时间了，一个叫马军的还在学习。他是4个人中学习最好的，也比较用功，别人都在那玩牌，就他一个人看书，是奔着考大学的那种。熄灯之后，我哥他们就上炕睡觉了，留马军一个人拿着手电在那看书。我哥说他都睡着了，听见马军大声地招呼他们，好像窗外有什么东西。我哥他们3个就都凑到窗边往外看，就见墙外的林子里有几团蓝幽幽的火焰在那一闪一闪的，流向前，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可是我哥知道那是鬼火。那时候都是土葬，农村的大多听说过，也见过鬼火，而且他们住的宿舍是新建的，有可能平了很多荒坟。他们4个人当中，也就我哥见过鬼火，所以都有些害怕。马军也不敢再看书了，全都上炕睡觉了。第2天到了教室，这件事就成了话题。当我哥跟另外一个宿舍的同学聊到这个的时候，那个同学说他们宿舍外头后半夜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走动，还有窃窃私语的声音。我哥刚开始不信他，
后来看他赌咒发誓的样子，才信了他。到了放学，他们宿舍里的4个人一块翻墙去了后面的树林，他们想看看林子是不是真的有很多荒坟和骨头什么的。刚一进树林，马军就看见了东西，地上散落着很多糟朽的骨头，应该是人骨，而且林子里到处都是，应该是盖宿舍的时候挖到的，被丢到了林子里。马军有些害怕，就想先回去。我哥他们也不想再在林子里多待，就想追上马军一块回去。马军走在前头，身体突然往下一沉，陷到了土里，吓得他一阵大叫。我哥他们赶紧跑过去，把他给拽了出来。就在马军把脚从坑里拽回来的时候，又发出了一声尖叫。他的脚上踩了一个骷髅头，被他带出了坑。马军吓得瘫在地上，好半天都站不起来。刘向前也吓得够呛，一时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我哥说那里以前有很多无主的孤坟，马军应该是踩在了那上面才陷下去的。4个人灰溜溜地翻墙回了宿舍。当天晚上也没打牌，马军也没看书，都早早地睡下了。我哥正睡得迷迷糊糊，被他旁边的刘向前推醒了。我哥爬起来一看，另外3个人都起来了。我哥想问怎么了，还没等问，就听到了窗外有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小步走路和交谈。刘向前他们就怂恿我哥出去看看窗外是什么。我哥说他当时也怕，可被架到那了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下了地。当他把窗帘掀开一条缝往外看的时候，差点叫出来。窗外有5、6个人在那走来走去的，离得虽然不远，却看不真切，模模糊糊的，吓得我哥跳上了炕。他们4个人全都用被子蒙着头，大气也不敢出。接连发生那样的事，很多学生就反映上去了，结果就是换来了一条老狗被拴在院子里。那条狗白天就趴在那不怎么动，可到了晚上之后就开始叫个不停，像是冲着什么东西在叫。刘向前想过去看看又不敢，就又拉我哥一块。2个人掀开了窗帘，就看到有几团鬼火飘进了院子。那条老狗正冲着鬼火吼叫，老狗叫得特别凶，样子也吓人。那几团鬼火又飘到了院子外头。从那开始，每天晚上都能听见狗叫，虽然吵了点，但至少不用害怕了。大概过了1个星期，那天晚上我哥睡下后，好像听见有人推门出去了，应该是去上厕所。到了第2天早上，发现马军不在，刚开始以为他早起走了，但是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，他的衣服都还在，他不可能没穿衣服就走了。3个人一回忆，好像晚上听到有人出去了，可并没有听见他回来。3个人穿好衣服就奔了公共厕所，发现那里围了很多人。我哥凑到前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那人说有人晕倒在厕所里了。我哥他们赶紧跑了进去，果然马军靠在墙上一动也不动，有2个学生正在摇晃他，叫了半天也不醒，1个人背起他奔了医院。大夫给他做了检查，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不多时他就醒了过来。我哥问他到底怎么了，马军说他见鬼了。他说他晚上去厕所往回走的时候，又进来了1个人，因为厕所里没有灯，他迷迷糊糊的就撞在了那个人的身上。他想抬头看看撞到的是谁，可眼前的哪里是个人啊，身形异常高大，脸上和身上的肉都烂乎乎的。马军吓得腿一软，倒在了墙上，没了知觉，再醒来就在医院了。马军被家里人接回了家，再也没来上学，好像是吓出了毛病。我哥原本想回家住，却硬被那2个同学留了下来，给他们作伴。马军出事的第2天夜里，我哥被窗外的狗叫声吵醒了。这一次狗不是冲着什么东西叫，而是像被攻击一样的哀嚎。经过前面几件事，他们3个也都怕了，可还是忍不住好奇心，掀开窗帘往外面看，就见那只老狗被许多的鬼火围在当中，而且鬼火越来越多。按理说鬼火是烧不着东西的，可那条老狗
却像被火烧了一样挣扎哀嚎，最后倒在地上，四腿直刨灯。我哥他们3个亲眼看见那条老狗被鬼火烧死了。我哥他们3个吓得跑回炕上，围着被子也不敢睡了，一直熬到天亮。院子里有人说话才敢出去，是管理宿舍的在那检查狗是怎么死的。让我哥他们奇怪的是，他们明明看着那条狗是被鬼火烧死的，可狗身上却一点烧过的痕迹也没有，也没有别的伤。后来我哥问过别的宿舍的同学，有人说听见那晚狗叫了，有人说没听见。那件事之后，我哥搬回了家里住，很多下面小屯子来的同学也在村民家里租了房子，搭伙吃饭还比较便宜，那个宿舍也就没什么人住了，最后也关门了。我小的时候还去那里玩过，可能是因为破败了，所以显得有些阴森。至于我哥说的是真是假，我觉得80%是真的，因为我不只听一个人说过关于那里的故事。说是有一个胡公子到济南府看望一位同窗好友，2人到街上闲逛，就看见一店铺门前排着长龙。胡公子以为是什么有特色的酒楼才会如此引人，一问之下，竟然是一家医馆。而那医馆虽有神医坐堂，百姓之间对这位神医都另有称呼，称之为鬼医。胡公子喜欢听这些，便找了家酒馆，让好友讲给他听。那医馆坐堂的神医从前竟是一介樵夫，一次上山砍柴，听见树丛之中有动物悲鸣，寻找之下看见一只小兽困于捕兽夹，他便好心把那只小兽放走了，带回到家中便生了一场病，病好之后就会帮人看病了。胡公子好友患有一种怪病，时不时的会流鼻血，多年求医也没能治好，便闻名去了鬼医那。就见鬼医端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时不时的咳嗽几声。好友进了屋，正想说说自己的病情，不等他开口，鬼医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，并且给出了医治之法。鬼医看病也多为偏方，用不了多少诊金。而鬼医虽能治愈疑难杂症，却不懂人情世故，把医馆开到了另一家医馆的对面，好好的生意都让鬼医给抢了。医馆掌柜恨得牙根痒痒，一个小徒弟把听闻来的传闻说给了掌柜听，倘若真的如此，就去探个究竟，把他的法给破了。小徒弟趁夜潜入了鬼医家中，摸到了供奉神位的房间，小心地推开门走了进去。屋内果然供奉着一个牌位，上书白五爷之位。小徒弟并不知道白五爷是谁，想来就是这白五爷在作祟，便打翻了供台，将牌位打落在地，又反复地踩了几脚。他正兴起，忽闻身后有个老者说话，吓得他一激灵，回身一看，不知几时，一个白发白须白衫的老者站在了身后。那老者质问他为什么要来搞破坏。小徒弟又气又怕，抓起烛台就砸。那老者化作一道白光，闪到了他的身后，劝小徒弟停手。小徒弟哪里肯听啊！白衣老者见他不肯罢手，把衣袖一挥，袖口之中射出数不清的银针。小徒弟想躲，根本躲不开，瞬间被扎成了刺猬，哀嚎着夺门而逃。打那以后再也不敢找鬼医的麻烦了。2人说话之间，打从窗外走过一人，朋友忙招呼胡公子观看，就见那人满身都是小坑洞，如同麻子一样。此人正是医馆的小徒弟。白松医馆也一直门庭若市，直到2代人之后就关了门，因为家中无人再会行医了。